反正差一步就是核战，豁出一切的俄罗斯反将了美国一军，美国也有点急了，很清楚这可不是威胁啊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寻说。乌克兰一直都没有掩饰要对克里米亚动手的想法，这之前乌克兰是没有那个能力。可是随着西方提供的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先进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距离越来越远，已经让乌克兰有了打击克里米亚的能力。你说，要是乌克兰真的对克里米亚动手了，俄罗斯会怎么做呢？克里米亚官员强调，乌克兰动手就意味着全球核战爆发，这是威胁乌克兰，那更是在警告西方，让西方劝乌克兰熄灭了对克里米亚动手的想法。西方也清楚，这不是危言耸听啊。俄罗斯的核反击政策就摆在那儿，现在乌克兰还能够利用西方的支援，跟着俄罗斯打个有来有回。那要是乌克兰给了俄罗斯动用核武器的理由，那基本上也就没得打了。所以这西方可能会默许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发起一些袭击，但是绝对不会允许乌克兰军队踏着克里米亚。但是呢，这俄乌冲突持续到现在，这不仅俄罗斯和西方的消耗战在不断的升级，冲突失控的风险也是在持续的扩大。西方已经把主战坦克给了乌克兰，虽然在提供战机的问题上，西方还是有一些纠结，但是西方却已经有了给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的想法。美国计划提供给乌克兰的新一批武器里边就包括了射程更远的导弹，而这就是西方提供远程导弹的一个试探。伴随着西方军事援助的不断升级，俄罗斯也是能用的手段基本上都给用了。战争动员也动员了，还动用了大量的导弹和无人机，对乌克兰的军事设施以及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是发起了打击呢。可以说，为了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，就差掏出核武器这张底牌了。俄罗斯之所以还没有掏出核武器这张底牌，一个是呢还没有到动用核武器的地步，在一系列的军事调整以及军事发展方向的调整之后，俄罗斯已经不怕跟西方打消耗战了。另外一个，还是因为这动用核武器的影响太大了呀，那可能导致俄乌冲突彻底走向失控，让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针对的目标。那即便是现在还保持中立的国家，也可能因为俄罗斯动用核武器而倒向西方。那更何况，跟着乌克兰这种实力巨大的对手开战，如果都要动用核武器，那就更加证明俄罗斯的无能了。清楚这一点的俄罗斯，那自然不会轻易的动用核武器。不过呢，不会轻易动用核武器，不代表俄罗斯没有做好打一场核战的准备啊。那尤其是俄乌冲突就差一步，就可能走向核战的情况之下，俄乌冲突一步步的走向失控，差一步就是核战。美国就更加希望俄罗斯的核军备能够透明一点，可是这又怎么可能呢？俄罗斯被美国逼到了这个程度呢，几乎跟西方撕破脸的俄罗斯，也就只有核武器能够让俄罗斯感到安心。反正差一步就是核战，已经豁出一切的俄罗斯也不在乎会不会出现核军备竞赛了，那直接用牺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来威胁美国。而俄罗斯的不续签也是反将了美国一军。面对豁出一切的俄罗斯，美国也是有点着急了。美国人很清楚啊，俄罗斯这可不是什么威胁，而是真的会不续签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。那到时候美国就无法置身事外了，不仅无法继续在俄乌冲突当中获利，还要面临着严峻的核冲突风险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